姜王挑战赛规则只能从本世界植物中选择一种，只能用初始给的阳光，不允许额外生产阳光。传送带只能用选定植物。挑战开始。第一个世界神秘埃及，超人选择卷心菜投手。好的，我们等传送带给卷心菜投手来了，种出来，放在中间这一行吧。大招打掉了姜王一格血，还获得了一颗能量豆。哦，姜王生气了，他准备冲刺了。这颗能量豆就是为你准备的，又掉了一格血吧。第二个卷心菜投手也来了，传送带快满了呀！糟糕，埃及姜王用导弹炸掉了我一个卷心菜投手，传送带也已经满了呀，这下危险了，我就剩一个卷心菜投手可以用了。哇，关键时刻这颗能量豆真的是救命啊！海盗港湾嘛，超人当然选火龙草啊，直接在姜王面前种2个，海盗姜王红温了。小鬼僵尸绕后准备投家，但是我再种一个火龙草，怎么样，海盗姜王你没辙了吧？他的血量也不多了，再来一记火龙吐息，他应该就没了吧？哦，还能召唤僵尸，不过如此嘛，火龙草赢了。狂野西部嘛，超人就选西瓜投手吧，在矿车上放2个西瓜投手，先躲避炸弹，再瞄准姜王进行攻击。西部姜王和西瓜投手这2个名字还挺搭，看样子我的世界植物选的还挺有讲究的。好的，西部姜王已经掉了一格血，漂亮，西瓜投手这个大招真帅。是贴脸姜王都能打中姜王吗？好像不是啊，这西瓜的落点还真随机啊，都没有僵尸在的地方他在那里乱丢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姜王也倒下了，西瓜投手获得了胜利。功夫世界嘛，选火葫芦好了。来，先摆2个火葫芦，瓷砖上先拿1颗能量豆。火葫芦的火被盾牌挡了，这样不行，等他盾牌拿下来。火葫芦开启大招，轮流发射火焰，好的，伤害非常不错。赤道大侠的血量在持续下降，但是我的能量豆已经没有了。上把火葫芦继续烧。哇，赤道大侠召唤了好多僵尸啊！不行啊，新上来的火葫芦不放大招啊！哇，僵尸太多了，要先清掉这些杂鱼啊！等等，赤道大侠，这是飞龙在天来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火葫芦守不住了，糟糕，这一局输掉了。未来世界嘛，超人选激光豆。哈哈，现在瓷砖上全部摆满激光豆，你知道我要干嘛吧？虽然激光豆的普攻伤害非常低，但是它的大招伤害高啊！这几道激光下去，姜王直接就没血了。激光豆就是厉害，轻轻松松就取胜了。黑暗时代嘛，超人选橡木弓手吧。来，在姜王鼻子面前种一个橡木弓手。橡木弓手的攻击前摇是真的长啊，但是他这个大招打全场的还是挺好，不过就是命中率堪忧啊。你别看他一个大招能发射这么多箭，但是姜王不一定能挨中几箭呢。他这个大招和西瓜投手的大招命中率有的一拼呐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姜王已经剩1格血了，继续给橡木弓手喂能量豆。黑暗巨人僵尸也倒下了。咦，有没有觉得我的橡木弓手摆的阵型有点熟悉？是不是有点像看星星呢？好的，黑暗姜王倒下了。巨浪沙滩嘛，超人就选宝林泡泡。作为超人第一个升到5阶的橙卡植物，宝林泡泡的输出在僵尸非常多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可观的。毕竟弹来弹去总能达到想要的目标。你们看，这样都躲不掉，姜王肯定很气。他一生气就会召唤僵尸，他一召唤僵尸就是一整排一整排的。宝林泡泡就是喜欢这种场面。姜王吸植物也被打断了，真不错。宝林泡泡也少损失了几颗，连续吸植物，连续被打断，这场景真的是服了。你们这算是杠上了吗？还吸，这回没法打断了，但是他也炸了。冰河世界，超人选火焰豌豆射手吧。传送带等了好久才给火焰豌豆射手，就这样的速度，黄花菜都凉了呀！不会只给1颗吧？还好又来了1颗，2颗火焰豌豆射手打冰河姜王。感觉大招丢完之后，普通攻击的伤害有点不够啊，这怕不是要磨到天荒地老吧？这算是一场持久战吗？传送带也太不给力了吧，就给2颗火焰豌豆射手，是知道超人制定了姜王挑战赛的规则，他故意的吧？这下好了，冰河姜王打掉了1个火焰豌豆射手，剩下最后1颗火焰豌豆射手孤军奋战呢。要不这局弃啦？来来来，冰河姜王瞄准第4行和第2列的交叉处打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冒着火光发亮的。你打吧，你打吧，我不介意的。下一个姜王还等着超人呢，瞄准点，瞄准点。哎，真好，拜拜。天空之城，超人选蚕豆突击队，先放1个试试水。不要打中我的，不要打中我的，还好。蚕豆们上啊，去打姜王啊！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的伤害是非常高的，姜王根本扛不住。
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刚种出来就被姜王给秒了。再来，姜王已经掉了1格血了，被挂上闪电是不是意味着要玩完了？阳光也不够了，蚕豆突击队真的是太耗阳光了。最后一个蚕豆突击队也被挂上闪电，又输了。失落之城，超人选阿开木木吧。来，先种2颗试试水，怎么样？感觉伤害好像不行啊，姜王血都不见掉的。大招还能稍微打动一点，那就用大招慢慢的磨姜王的血量吧。不对啊，超人忘了这一局有失落阳伞僵尸啊。阿开木木贴点大招能不能打中？不是吧，你在僵尸脚下开大招，你的技能怎么还能打中伞？朝上的大招不应该直接打中僵尸的脑袋吗？服了呀，这一局又完了，已经记不清连败多少场了。摇滚年代有仙人掌，那超人就不客气了，前面输了这么多局，那不得让我赢回一场啊！关键是还给了仙人掌这么强烈的植物，那摇滚年代的姜王你就有苦受了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会尽快解决你，让你早点下场的。哟，还丢了这么多能量豆，全部丢出来，万箭齐发的感觉。恐龙危机有原始豌豆射手，不选你还选谁呀？直接种出一整行，好的，这输出能力，恐龙姜王甚至比摇滚姜王还要惨。最后一场了，蒸汽时代选莲藕射手了。莲藕射手的冷却比较长，我们先种2排出来。这鼻涕是跟着姜王走的呀，但是伤害也真的是不够看呢。不得不说，植物大战僵尸2里面的水系植物真的是太弱了，特别是跟冰系植物一对比，真的是完全不够看呢。姜王变色了，莲藕射手大招放出来的毒对姜王应该也是有效果的吧？你别说，蒸汽姜王这个被毒了的颜色还挺好看的呀。但是莲藕射手的输出是真的低啊，这样子的话守不住的呀。冷却时间又很长，半天才能种出来一个。姜王一炸就炸了仨，减员太严重了，根本打不过啊。铁桶都打不过，别说打姜王了，这怎么玩？没办法了，这一局只能到此为止了。本期姜王挑战赛到此结束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吗？